我参加了研究所里为期1个月的秘密武器研究，结束后还没来得及回家，就听见领导说了我爸病危住院的消息，当即就朝医院赶去。可看见的只有我爸咽气的尸体，而我那负责照顾家里的师长老公却忙着给初恋洗刷窃密冤屈。我在家里等了他一整晚，只等来2个人相拥进门的画面。我冷笑着开口：“你还真是会照顾人啊，离婚吧，别耽误你们的好事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距离我给沈潇的部队打去电话已经一整晚，传话的人到现在杳无音讯。处理完我爸的后事，我独自在家里从天黑坐到天亮，脑海中闪过我们相处几年却为数不多的画面，越想越讽刺。在我耐心耗尽之前，终于等到了沈潇进门。他动作轻柔地揽着怀里虚弱的张雪，目光猝不及防撞进我冰冷的眼神里，瞬间沉了面色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……话没说完，他质问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显然已经想起秘密研究的1个月时间到了。他搂着怀里虚弱的张雪进门，将人轻轻放在椅子上，才冷声开口道：“你想吃点什么？我最近没在家，出去给你买吧。”我目光落在张雪苍白的脸上，轻笑出声：“沈潇，你没有话想和我说吗？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1个月前我爸住院，我原本不放心他，准备放弃这次研究的机会。是沈潇再三保证会照看我爸。再说，国家现在也是需要人才发展科技的时候，在他的劝说下，我这才进了所里。可最后我爸死的时候，身边连1个人都没有，要不是我赶到，都不知道谁给他收尸。”话落，沈潇却比我还要愤怒。解释什么？这句话是不是该我问你？张雪被抓住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张图纸不是你的吗？为什么会在他那里？2句话让我面露错愕地僵在原地，瞪大眼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张雪被举报窃取武器机密的事情我也听说了，可怎么也没想到我人在研究所里，锅也能甩在我头上。他护着初恋，我能理解，可也不能如此盲目。沈潇，你是疯了还是傻了？我刚问出口，椅子上的张雪便急忙虚弱道：“沈师长，你别怪小小姐，可能是我自己没注意吧。”他厉声开口：“你都这样了，还在替他说话？他不就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才去研究吗？心思恶毒成这样，还干什么科研工作？都不配吃国家的饭。当时我怎么就瞎眼替他担保，让他进了研究所？”我一颗心在他冰冷的话里渐渐沉了下去，唇角勾起苦笑。沈潇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研究都是签过保密协议的，我为了学习技术，费了多少力气才回国，你不是不知道。请问你拿我当什么人？这些我先不跟你计较，我爸的事。不等我说完，他立刻怒声将我打断。你爸怎么了？他在医院里好好的，医生都说他情况稳定了。你当初为什么不让他出院？要不是为了照顾你爸，张雪怎么会背着我背上这么大的骂名？林晓，你到现在还不承认一切是你算计好的，给自己制作不在场证明，又用你爸的病将我拖在医院里，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？他越说越愤怒，气得双眼猩红。我错愕地看着他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目光在他的脸上和张雪身上打转，片刻，终于明白了这一切。10年的婚姻，到底是比不上年少的相知相恋。我笑得无力而讥讽，绝望地闭上眼。半晌，在他充斥着怒火的眼神里开口：“那就离婚吧，
不耽误你们的好事。整整一夜没休息，起身时我眼前发黑，整个人几乎站不稳，摇晃半晌，扶着墙壁才撑住身体。刚准备去收拾行李，沈潇听完，死死拧眉看着我：“你装什么？好像连着被审问了2天的人是你一样。我还没跟你算账，你倒先要跟我离婚了？怎么？是怕自己的诡计被我说出去以后没脸见人？干出这样的事情，我看你也不用在所里待了。我会给上面写一份报告，你哪来的回哪去。”闻言，我脚步顿住，转头朝他看去，目光冰冷。我爸尸骨未寒，他现在为了一个窃密图纸的初恋给我甩脸，我在哪里？还轮不到你说话。真相如何？组织会给你答复。能在所里10年，我靠的是自己的本事。你真以为自己是皇上了？已经改革开放了，我劝你清醒清醒，拿个间谍当宝贝，有的是你后悔的时候。说完，我刚转头准备去收拾自己的东西回宿舍，沈潇一个箭步冲上来，死死掐住我的手腕。常年训练的力气让我疼得倒吸一口冷气。今天是他结婚10年第一次对我动手，之前因为张雪引发的争执都是以冷战结束。这一刻，我心如刀绞，他声音里却压抑着怒火：“没人叫过你说话吗？研究所里封闭1个月，把你脑子都封没了。给张雪道歉。”我冷笑起来，咬着牙开口：“你做梦！沈潇，你答应过我照顾我爸，你对得起我的信任吗？你还没道歉，凭什么让我道歉？连你这种人都能上位，我看你们部队真是没人可用了。”话落的同时，胳膊上钳制我的力气松懈，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狠狠用力朝我脸上抽了一个耳光。我头不自主地偏向一边，眼底涌出泪花。从没想过自己的第一段感情会结束得如此凄惨。沈潇见我表情不对，这才看着自己的手，脸上闪过慌乱。椅子上的张雪在这一刻着急地站起身，朝我走来，嘴里透露出虚假的关心：“小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沈师长，你别动手啊！你们别为了我吵架，我真的没事的，我休息2天就好了。”在他手快触碰到我脸的时候，我红着眼，用力朝他推了一把，他整个人无力地跌坐在地上，瞬间红了眼眶，咬着牙没让自己哭出来。见状，沈潇刚刚平息的怒火重新点燃，一把掐住我的肩膀往下用力，接着做训靴踹在我膝盖后侧。我整个人跪在地上，跪在张雪面前，头顶传来怒声威胁：“你真是能耐了，现在敢在我面前动手，给他道歉，听见了吗？”闻言，地上的张雪急忙摇头：“不用不用，我没事的，你别为难小小姐。”我看着她柔弱的脸，笑得讥讽。我早该知道自己和张雪比起来，在他心里没有任何分量可言。结婚10年，2个人相敬如宾，只比陌生人多了一个红色的本。我也劝说过自己，或许只是他没放下，只要再等等就好，等张雪也结婚，等他从初恋的回忆里走出来。可10年过去，我等来的只有我爸的死讯和他没有半分信任的诬陷。现在我终于清醒了，这份感情也该结束了。此刻我膝盖砸在地上，背脊却挺得笔直。沈潇，你给我爸道歉，我就给你的心肝道歉。话落，他像是听见了什么笑话一般，满脸轻蔑，接着怒吼起来，一句比一句更重：“道歉？用不用我去让我们师团的人全部跪在你爸面前？不就是住院吗？谁不生病？怎么就你爸金贵？我不去，他能死吗？你让他死一个，我就给他道歉。我出去怎么了？要不是因为你的栽赃，我需要跑断腿吗？你知道我这2天
给多少人说了好话？你知道你的破图纸造成多少麻烦？我抬眼死死地盯着他，想站起身，小腿却被他狠狠踩在脚下，骨头传来被碾压碎裂的剧痛。张雪走过来，伸手扶着我的胳膊，想帮我站起身。他转头看着沈潇，无辜地开口：“沈师长，小小姐骗你叔叔住院，需要人照顾，可能就是怕你一个人在家里，她不放心。2个人毕竟有个伴，你也别生气了。”看着他柔弱的表情，我终于知道了沈潇冤枉我的源头，瞬间泪水溢出眼眶。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奋力站起身，朝他脸上甩了一个巴掌。耳光声响起的同时，后腰重重挨了一脚，我整个人扑倒在地上。可我顾不上身体的疼痛，一咕噜爬起来，死死盯着沈潇的脸，咬着牙开口：“你相信他的话，也觉得我爸是装病？”沈潇没吭声，心疼地看着张雪红肿起来的脸，转头目光里满是冰冷，看不出半分爱意。他没回答我的话，可我却在这一刻清楚地知道了答案。我从来没有这样痛恨自己瞎了眼。爸爸15年前参战，身上留下多处旧伤，可他咬着牙忍了下来。最后一场战役里，他永远失去了自己的胳膊。所有人提起他的名字，都要竖起大拇指夸他一句英雄。要不是2个月前他身上疼痛难忍，晕倒在训练场上被送进医院，我甚至不知道他身上竟然藏了5颗子弹没取出来。医生说出这个结果时，都忍不住红了眼眶。在场的人没有不落泪的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沈潇竟然疯狂到觉得我爸会装病骗他。想到这里，我胸腔里燃起怒火，剧烈的起伏着。沈潇熟练地从家里翻找出药，轻轻涂在张雪脸上，动作轻柔的像是对待世间珍宝。一瞬间，我笑得满眼讥讽，笑得面目狰狞，泪水模糊视线。一个间谍，凭什么诬陷我被人称颂英雄的父亲？我整个人失去理智一般冲了过去，从沈潇手里抢过他的药，一把砸在地上，转头高高扬起手，对准张雪的另一边脸。可手还没落下，侧腰就被沈潇用尽全力踹了一脚，身体当场飞了出去，重重砸了墙上，掉了下来，全身传来撕裂的疼痛。我喉咙溢出腥甜。沈潇愤怒地喘着粗气，怒声道：“再发疯，我就把你爸从医院里赶出去。不知道床位紧张吗？他凭什么浪费资源？什么样的爸就有什么样的女儿。他能活下来，我简直要怀疑是不是在战场上踩着别人的尸骨走出来的。”闻言，我瞪大双眼，曾经的爱意化成了满腔的仇恨。想起身和他争辩，全身却没有半分力气。张雪坐在椅子上，佯装焦急地开口：“沈师长，你别这样，小小姐也不是故意的。林叔叔是个英雄，大家都这么说。外面的谣言你别听。”我咬牙用最后的声音吼着：“你别提我爸，你不配！闭嘴！”张雪被我说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整个人害怕的发抖。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，小小姐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以后都不说了。我一会就去医院里给叔叔当面道歉。我对不起你们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怪我。沈潇捡起地上被我扔掉的药，怒声道：“别跟他道歉，他算什么东西？我一会就去给上面说，让他收拾东西从研究所里滚出去。”接着他转头过来，目光里的怒火几乎能将我燃尽。“林晓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想让你爸留在医院里接受治疗，想保住你研究所里的位置，就跪下给张雪道歉，主动去承认图纸是你放在他包里的，不然以后别让我看见你
对你这次犯的原则性错误，我也不可能留情面。我听得只想发笑，可一笑起来，胸腔就疼得我满头冷汗，只能轻轻开口：沈潇，你不配提我爸，更对我的未来没有任何支配权。我会提出离婚的申请。从前10年，就当我瞎了眼，以后别跟别人说你认识我，我嫌恶心。闻言，他危险地眯起眼，目光里写满了警告的意味。林晓，这是你第3次提离婚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你爸还在医院里，需要我和他说一声吗？说说他唯一的女儿在外面干了什么让他丢尽脸面的事。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爸没人照顾死在医院里的事。我绝望地闭上眼，声音从喉咙里溢出。我说了，你不配提我爸，沈潇，你不配，你这辈子的努力都比不上我爸一根指头。我的话彻底激怒了他压抑的怒火。张雪伸手拉着他，可竟然被他当场甩开。沈潇声音冰冷到了极点：是吗？那就让你爸自己判断。话落，他迈开步伐朝家里的座机走去，直接拨给医院，怒声道：我岳父的病已经没事了，让他立刻办理出院，别占着医院的位置，给他说一声，出来后立刻到我这里一趟，让他好好教教自己的女儿。他一股脑说完，电话里沉默了许久，半晌才慢慢开口：沈师长，您岳父最终还是没逃脱伤口感染，人已经不在了。沈潇瞬间瞪大了眼，满脸错愕。电话挂断后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铃声又响了起来。接通后，对面传来焦急的声音：沈师长，关于张雪盗窃图纸的事，结果查出来了，你还是把人送回来吧，组织上已经震怒了。电话被沈潇愤怒之下用力挂断。我看着他气到狰狞的脸，忍不住冷笑起来。张雪在这时眼底闪过慌乱，在对上沈潇目光时，迅速换上柔弱的表情。沈师长，我要是再被抓取一次，估计就再也见不到你了，能不能救救我？沈潇听完想都不想，直接转头怒视着我：你去和他们解释，自己敢做不敢承认吗？我没想到他到这一刻还坚定地站在张雪身边，胸腔里积压的怒火瞬间爆发，张嘴就朝他嘶吼道：盗窃图纸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眼里是不是只有这个女人？被盗窃的是我的图纸，那是我的心血，你不在意我就算了，难道我爸死的时候你也是只围着他转吗？你害得我爸在医院里死不瞑目，现在还要让我替你的情人说话。沈潇，你在做梦吗？话落，沈潇脸上涌现怒意，当场挽起袖子就准备动手，被一旁的张雪拦住。他柔弱开口：沈师长，别动手啊，到时候小小姐去解释的时候，别人看见她的伤以为是被迫的，这不是容易造成误会吗？他们对我的误解已经很多了，我不想再被误会了。说话间，张雪红了眼，嘴唇微微翕动，结果沈潇的动作还真停了下来。见状，我脸上止不住的冷笑，没想到结婚10年，现在丈夫不对我动手，还要看在他初恋的份上，我们一起走过的路，一起共度的岁月，在他心里到底算什么？我在他心里又算什么？也许我从来都不在他心里。我的感情像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见我半晌没动弹，沈潇不耐烦地吼着：你还等什么？等我动手逼你过去？你的图纸你自己不去说清楚，还要我请你？你能做得出来诬陷的事情，现在自己不能解决，后面闹出来的事，医院那边你爸有我看着，总行了吧？我亲自去看着。我看着他理直气壮的嘴脸，讥讽道：当初你答应好的，现在成了出事帮我看着。
我自己会提离婚申请，用不着你这样勉强。说完，我不顾他的反应，爬起身，径直离开了这个生活了10年的家。我的确如他所言去了调查的地方，不过是为了如实做记录，而不是顺着张雪的意思做伪证。里面的工作人员听见我是绘图的研究人员，都露出几分同情，给我详细讲述了张雪偷窃图纸被发现的经过，让我补充。听完后，我淡然地点点头，和沈潇嘴里的差不多，证据和人证都有了。张雪的间谍罪板上钉钉，他到现在还想着依靠沈潇对他的偏爱模糊组织的底线，简直愚蠢。于是我说了自己在研究所里为期1个月的秘密研究，重点落在不能自由出入上。保密协议上清清楚楚白纸黑字写着我的名字，这是真到不能再真的不在场证明。全研究所的人都可以为我作证。记录的人听完不由满脸诧异的抬眼，你们领导也说你没出门，那这图纸是怎么一回事？难不成真是被偷窃的？闻言，我脸上扯出一抹苦笑，本来就是这样，只不过沈师长被人蒙蔽，执意要说是我诬陷，我过来就是为了证明自己。话落，我转头看着记录的人问道，现在记录完了吗？完了，我就去打离婚申请了。听见离婚申请4个字，他们都瞪大了眼，却没人再拦我。离开后，我直接回了研究所，正好领导在办公室里忙着这次新图纸的事情。我站在门口敲敲门，开口道，打扰您一下，我要打离婚申请，麻烦尽快递上去批复。听见我的声音，他从一堆图纸里抬起头，扶了扶自己的眼镜，露出为难的表情后重重叹气。我没想到，在我提出离婚后，他整整劝说了我1个小时，中间几次我忍不住想开口，硬是没找到一个能插嘴的机会。终于等到他伸手喝茶的功夫，我急忙开口道，谢谢您的好意，我们确实感情已经破裂，没有办法修复了，不然我也不会选这条路。话落，办公室的门就猛地被人一脚踹开，露出沈潇那张几乎喷出怒火的脸。是吗？那跟我在一起很真是为难你了。我当场沉了脸色，转过头没给他一个眼神，你知道就好。领导刚刚放下杯子，沈潇就一个箭步冲到我跟前，当即一把揪住我的衣领，逼迫我从椅子上站起身，和他目光对视，咬着牙开口质问，这就是你陷害张雪的理由？我不是说了让你去解释清楚，你没去吗？为什么后面家里闯进来一群人，把张雪带走了？说话呀，是不是你的手笔？一群人冲进来，我拦都拦不住。我领导见状也坐不住了，急忙起身冲过来阻拦，焦急开口替我解释道，沈师长说的是不是图纸那件事？上面已经问过我了，我也给他们说清楚了。1个月时间，他在所里就没出去过，不是他干的。至于图纸到底怎么被送去外面，我也在追查，现在还没有结果。话落，沈潇面上怒意更盛，整个人失去了理智和基本的判断能力，扯开嗓子嘶吼着，张雪连研究所的门都踏不进来，怎么偷图纸？不是他嫉妒张雪专门陷害，还能是谁？领导看见他的态度，当场冷脸，你这样摆明了就是不相信我的下属，门口进出都是有记录的，连我都要登记，你不信就自己去看看。说完，他冷哼一声，手里的笔重重砸在桌子上。沈潇面露狐疑，手上却松了力，听完一言不发，径直迈开步子出去。我知道他是迫不及待的想给自己的初恋还个清白，甚至忙到顾不上细查我爸的死讯。
领导这下转头看着我，经过这一场闹剧，他终于放弃了劝说，开口关心道：“你想好了？”我重重点头。说完，他带着我一起出了办公室的门。刚刚弄完申请的时，转头就看见所里的大院站满了士兵，整个场地都被人围起来，肆意搜查。一旁沈潇冷着脸站在远处，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：没有我的吩咐，在查清楚之前，任何人都不准离开这里。我领导被他气得差点当场背过去，我赶忙冲到他面前，急声制止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？就为了一个女人闹这么大？你有上级的文书吗？你凭什么把这个地方封起来？这么多人经过允许了吗？就随意进入，泄露机密了算谁的？沈潇，你是不是鬼迷心窍了？”话落，刚刚还喘不上气的领导捂着肚子漫步走了过来。我不太舒服，我去医院里看看。门口的士兵本来想将人拦住，却接到了沈潇放行的指令。这一刻我才明白，什么调查，什么搜证据，不过是针对我的一场阴谋。认清真相后，愤怒涌上我胸口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锋利的目光弯过他的脸，我径直转头就准备离开这个地方，却被门口守着的人拦住。见我冷脸，沈潇抬起手，让人将我控制起来，架得脚不着地，愤怒地朝我走来。开口时，声音里满是威胁：“林晓，你到底把诬陷张雪的证据放在哪里？”我用尽了力气挣扎，却撼动不了这些士兵半分。我没想到沈潇能疯狂到这个程度，要不是对他知根知底，我都要怀疑他也是敌国安插进来的间谍了。此刻我只能怒声朝他无力嘶吼：“你想好了，要为了一个女人失去理智，滥用职权有多严重，你不知道吗？”我情绪越来越激动，说完后，我腹部忽然剧痛起来，整个人止不住地颤抖着，面色瞬间苍白如纸，冷汗从额头上滑落。沈潇却只是站在我面前，眯起眼打量我的表情：“林晓，别跟我演戏，我没说过吗？你不适合装柔弱，在国外那么久，你身体什么素质我能不知道？别拿我当傻子，这是我对你最后的劝告。你知道我这个人，你不说出真相，我不可能放过你。别以为你爸装死我就会心软。”我颤抖的身体在听见这句话时瞬间僵住，甚至忘记了疼痛。我以为他是忙着给张雪还个清白，所以刻意忽略了我爸的事。没想到他从一开始就以为我爸生病是我演的一场戏。面前这张我爱了10年的脸，在这一刻狰狞得如同地狱恶鬼。半晌，我反应过来后，腹部的疼痛加剧，忍不住无力地弯下腰，从牙缝里挤出声音：“装死！沈潇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张雪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她让你去死你去吗？”话落的瞬间，沈潇一脚踹在我毫无防备的肚子上，我整个身体朝一边倒去。一旁原来禁锢我的士兵见状，急忙伸手将我扶住，鲜血却顺着我的裤脚流到地面上。士兵被吓了一跳，张嘴喊报告时声音都在结巴。沈潇眉头紧拧起来，厉声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我无力地抬眼，顺着他的目光看向地面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脑海里忽然想起2个月前爸爸刚刚进医院时的样子，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想在有生之年抱上孙子。那天沈潇也在场，晚上我们……想到这里，我眼角涌出泪水，急忙开口用仅剩的力气求沈潇将我送去医院里。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父亲去世后我在这世间仅存的亲人了。可他听完我的话，当场面色更沉，
说话都多了几分底气。你现在说出证据在哪，我就放了你，不然你和你肚子里的东西就等着给张雪陪葬。在研究所里1个月，谁知道你肚子里是谁的种？我没想到我和他唯一一个孩子会在这种时候成为他的筹码，甚至为了给张雪证明清白，不惜朝我和孩子身上泼脏水。我愤怒到浑身颤抖，眼睁睁看着他在我面前来回踱步，却对我的痛苦视而不见，连一旁值守的士兵脸上都比他多几分关切。破碎的心在这一刻死得彻底。为了活命，为了保住孩子，我无力地哀叫着他的名字，可我每叫一声，他就反问一句：说还是不说？证据在哪？为什么诬陷张雪？我全身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辩驳，腹部的剧痛成倍增加，意识都渐渐模糊起来。身体倒下前1秒，脸上猝不及防被泼了一盆冰水，带着怒意的男声骤然贴着耳边响起：少在我面前装！我说了，演戏不是你擅长的东西。刺骨的寒意让我喉咙激出腥甜，当场吐出一口鲜血，接着眼前一黑，整个人彻底倒了下去。昏迷中，耳边似乎响起了医生焦急的声音：病人经过急救，暂时恢复了生命体征，可现在的情况严重，必须进行手术。家属不签字，我们不能手术。接着，沈潇带着怒意的声音有些慌乱：不能让他先睁眼吗？我还有话要问他，不问清楚不能手术。医生情绪都渐渐失控起来：沈师长，我是医生，救人是我的天职，麻烦你不要给我的工作添麻烦。病人失血严重，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，手术后都很难醒来，何况现在，请立刻签字，否则拖久了一尸两命啊！沈潇理智崩溃，怒声在医院楼道里喊了起来：我是师长，你不按我的要求，我不可能签字，信不信我毙了你？这种诬陷同胞的人，你敢为了他和我对着干？说话间，隐隐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。我是研究所的负责人，我来签字。话落，他一把拉过旁边的沈潇，厉声开口：我已经找到张雪偷窃图纸的目击证人了，你要问什么就去找他，现在别来骚扰我的下属，林司令唯一的女儿，不是你的出气筒。这句话后，沈潇彻底没了声音，我也渐渐陷入了重度昏迷，没了知觉。再次睁开眼，入目是医院病房里洁白的天花板，病床边沈潇手上戴着手铐，身后站着2个强壮的士兵看守。见我睁眼，他第一时间出口道歉，声音里是说不尽的愧疚。他说我已经昏迷了整整1周，他说张雪的案件已经水落石出，他说他知道了我没有错，他说他知道了我爸没有装死。可不管他说什么，我一个眼神也没给他。半晌，意识渐渐苏醒，只冷声道：滚，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。离婚申请我已经提交了。话落，医生猛地敲门进来，手里带着准备给我换的药。看见我恢复意识，他才松了口气。走进换药时，遗憾地开口：很抱歉，我们尽力了，但是孩子没保住。我无力地闭上眼睛，闻言轻轻点头回应，按照沈潇下手的力度，没了孩子在情理之中，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不适合有个孩子了。可听见医生的话，沈潇竟然猛地快步冲了上来，身后站着的2个士兵差点没拉住他。看起来我昏迷的1周里，他熬得红了眼，此刻不甘心地开口：我真的不知道是他，如果不是你上司那天查到了所里有个张雪偷窃图纸的目击证人，我现在已经不想听见他的任何声音。直接冷声道：没必要，
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？已经迟了，父亲没了，现在孩子也没了。我藏在被子下的手轻轻颤抖着，连攥紧拳头的力气都没有。可沈潇却挣扎着开口：我如果知道爸重病的消息，我肯定会去医院的。之前是我在忙着队里的事情，我让张雪帮忙看着爸。爸的情况我都是从他嘴里听说的。我真以为那天医院的电话是和你串通好的。够了，泪水溢出眼眶，我忍不住胸腔抖动起来。那是我爸，和你没关系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那样的人。我们现在还有什么交流的必要吗？沈潇，麻烦你出去，以后不要再出现了。话落，他身后的士兵忽然上前，准备将人带走，却被沈潇一个闪躲躲开。他盯着我苍白的脸，双眼满是不甘。小小，可以别离婚吗？给我个弥补的机会。我依旧没睁开眼睛，只是睫毛止不住的轻颤。你没资格和我说这句话。沈潇终于彻底放弃了挣扎，任由身后的人将他带了出去。这时的我还不知道，这次见面就是永别。醒来后，领导来看了我几次，见我恢复情况不错，他这才放下心来。你的研究很有价值，是当前武器研究领域一个重大的突破。我看着他肃然的表情，唇角扯出笑意。你是在安慰我吗？我真的没事的，不过是10年而已。我以后还有很多10年，都献给我的事业和祖国。领导闻言轻挑眉头，我看起来像是和你说笑。颁奖名单都写好了，典礼因为你住院推迟了，等你出去就让你看看我是不是骗人。这丫头，我衷心地看着她，开口道：谢谢，我知道。那天如果不是他装病骗过了沈潇，救兵不会那么快赶来。或许沈潇看了出来，只是不想把事情做绝。但不管真相如何，都不重要了。离开前，领导说我的离婚申请上面已经批复了。听见这句话时，我心底的石头才落地。终于要结束了。医生说我可以出院那天，领导带着研究所的所有同事过来接我，手里大大小小提了不少营养品，数不清的鸡蛋和牛奶成箱的往我房间里搬。哦对，忘记说了，离婚是因为沈潇个人原因，所以分的房子归我，他什么都带不走。我成了所里第一个单身有房的独立女性。不少同事看着我的目光都带着几分艳羡。一群人热闹地聚在我家里，闲聊时，有人忽然提起沈潇的消息，被一旁的人狠狠拍了一掌。我将他们的动作看在眼里，无所谓的笑笑，没事，都过去了。毕竟认识了10年，就算是普通朋友，也能听听他的近况。刚刚说漏嘴的人瞬间涨红了脸，支支吾吾半晌才道：也没什么，不是刻意瞒着你，就是他最近确实不太好，组织上认为他有严重的包庇张雪的倾向，判他是间谍的同伙，剥夺了终审的政治权利。估计以后你应该难看见他了。我听完点点头，没说话。我们聊了许多所里最近的新闻。领导说新出的任务他已经替我接了，等我恢复好了，典礼结束就立刻让我投身下一个研究项目里。我知道他是怕我自己带着乱想。大家都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消息，也知道他没有办葬礼，都觉得我没放下。其实没他们想的那么复杂，只是爸爸在的时候说过，他打了一辈子仗，走的时候想安静安静。将同事们送走后，我独自去了墓地，那里有他之前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。他最喜欢的就是跟战友一起，生前为了研究事业没能陪着他，只能在他不在的时候满足他最后的心愿。
我伸手轻轻摸了摸照片上父亲慈爱的笑脸。爸，以后该我接替你，继续和平年代的护国事业了。战争结束了，但大家不曾遗忘你，我更不会忘。以后的路，你会陪着我走，对吗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